来，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陈先生，29岁，来自广东，是一名职员；女嘉宾李女士，27岁，同样来自广东，是一名职员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结婚几年了2年多了，谈恋爱谈了多久啊13年7月份开始谈，也算有时日了哈。孩子多大？1岁多一点。1岁多一点。哎呦，这就开始因为教育问题就打架了哈。谁要来这个节目的呀？我要来的。你要来干嘛呀？就我们之间因为结婚后也产生很多小矛盾、小问题，所以我就想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也对他挺失望的。首先就我老公他的脾气是属于比较暴躁类型嘛，可能性格也比较倔强的，遇到事情啊经常很多方面都会产生意见不合的地方。那一有意见不合他就会发脾气啊。例如就今年5月份我们就去迪拜旅游嘛，那个行程是从香港机场出发，然后我们前一天晚上就在深圳住，到了深圳我们就先吃东西，可能在吃东西的上面吐了一些小粪就，然后他生气了，他就自己就走了。因为我也觉得很心寒，每一次都觉得。因为当时吃东西，我也是先问过他想吃什么，然后准备去到那一家了，然后他说又想吃什么，又变化了，就是这一分钟说这样，下一分就另外一样，我也很难跟上你的节奏。明白。其实是他不能理解我的意思，我觉得。听明白了吗？他的意思是说，老公，吃火锅哦，不是说要吃火锅。是老公吃火锅，你看可以吗？你得说吃哪一家火锅呢？是吃羊肉锅呢，还是吃牛肉锅呢？是吃清锅呢，还是吃红锅呢？是这意思吧？对啊，就是他得这样哈。对啊。哎，好累啊。听明白了吧？明白。都是这种事儿是吧？不是啊，也有一些，就例如我觉得他也不够体贴啊。上个星期那天晚上我就很不舒服，吃完饭大概4点多就躺在床上了，要我又呕吐又腹泻嘛，然后晚上8、9点的时候就到厕所里吐了几次了，然后就想他上来看一下我嘛，他都没有上来又不理我，然后我就有点生气嘛，然后我也跟他说，那今天晚上我们分房睡吧，反正我也就不舒服啊，免得传染我女儿。然后我就锁门了，过了1个小时后他大概就上来了，他看到我把门锁了，他就很生气的把门就踹坏了那个门了。那时候我就真的很害怕，我不知道他想要干嘛，就吓了我一跳嘛。他把门踹坏了。你踹门干什么？因为当时我的女儿也睡觉了，然后我抱她在房间睡嘛，因为平时都是跟我们一起睡的。然后她敲他门敲了很久，她都不开门，我是觉得她是故意的，所以我就踹了一脚。女儿在哪儿呢？当时我先把女儿交给我妈妈抱着，然后我再踹门的。踹开了。对。后来谁修的门呢？我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不体贴啊，这个帽子扣得好。有啊。除了不懂我还不体贴。他也不会照顾我啊。他不会照顾你啊。我觉得他也就不够浪漫了。不够浪漫。不会花点心思在我身上，我觉得就是。比如呢？就等于我是一个比较注重仪式感的人呐，那些生日啊或者纪念日什么的，就一般大家都会出去庆祝吃个饭什么的。我也前提跟他说了，我生日你要不要送我一个小礼物那种，但他就是简单的陪我吃了个饭，也没有送什么东西啊。就但是之前就我们还没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，他知道我生日，他还送了我一束花那个礼物啊，我就感觉很伤心很失望了，被人冷漠了是吧？对啊，把我娶到手了，给你生了娃，你应该对我更好。结果你看我过生日是吧，连个花都没有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啊。因为可能是我个人性格问题啊，我也是比较朴实的，没有那么浪漫的。那你追人家的时候怎么送花呢？所以女孩子肯定要花点心思啊。她现在不是女的了？现在已经结婚在一起那么多年了，所以现在就没把那么多精力放在他身上，现在主要精力都放在女儿身上，还有工作还有家庭呢。听明白了啊，说说女儿吧，你们俩有什么教育方式不一样吗？小片里不是说女儿教育方式都不一样，不是才1岁多一点点吗？比如说，例如最简单那个吃饭啦，她之前是用手抓来吃的，就我觉得挺难看的，其实用勺子吃比较好一点。你随她去了是吧？对啊，那么小的小孩，只要他吃饱了长身体了，我也是这么觉着的，不要饿着他就可以了。所以当时
因为用勺子给我女儿吃，她不吃嘛，她喜欢自己用手吃，我就先让她用手吃饱她。自己吃饭了？对啊。吃得好吗？他现在那就好了吗？用勺子吃啊。啊？他也喜欢用勺子吃啊，现在。你随他去好喽。没有，我觉得还是要教育他，从小培养嘛。啊。因为主要是他的性格真的很暴躁的那种。我觉得他就是从小就养成这种习惯，他就控制不了。所以你觉得对女儿的教育上要对啊，好好的收敛她。对，因为我女儿也是很难教的那种人。跟她说过吗？说你这样脾气暴躁，我不喜欢，说过吗？每次都说，肯定。你为她改变了吗？你自己觉得？我个人感觉我已经改了很多，因为在她没认识她之前，我的容忍的底线就没这么低。比如说当时的底线这么高，现在可能是低了这么多了。但是他对你的改变，他满意吗？你告诉我。我感觉到他应该不满意，因为从一开始他就说过我很多次，然后我就慢慢改，慢慢改。但是你都知道，性格那些问题不是一时三刻就可以改啊。我们结婚到现在才2年，刚刚2年，未来日子还很长，我们还有几十年的日子要过。我希望他能给我时间，给我机会，让我慢慢改过来。哎，你自己觉得说我性格哪一部分是需要改的？性格比较暴躁啊，比较冲动啊。暴躁和冲动，你自己有意识是吧？有。你怕他吗？平时不是很怕，他发脾气的时候就怕。我很好奇的问一句啊，就是你大概应该是知道他是这种脾气的人，对吧？那你针对他这个问题，你做过什么改变吗？因为我自己本来也不是一个脾气特别好的人，知道他是这种情形，很多时候我想发脾气的时候，我已经忍住自己了，我就怕会触发那个更加爆的地方。所以其实对你们俩来说都挺看重这段感情和这段婚姻的，对吧？男生也觉得自己在改变。是啊，慢慢但是男生觉得我是在放低我的底线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不满意我。女生会觉得说，我知道你脾气暴，我脾气暴，我再容忍你啊，你为什么还不能改，对不对？然后才会发现，就出现了前面说的那些我们听起来好像无关痛痒的小事儿，但是在你们心里面可能都像一个坑一样，就记在那儿了，对吧？女生会觉得说，你看这么点小事你都不谦让我，不谦让我就算了，你还发那么大的脾气。男生会觉得说，我已经很容忍你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翻来倒去的这点破事儿，我容忍你，为什么还不接受我？是不是这样？是。但是2个人又觉得这个情感你们很在意。对。而女生就说，你看我的孩子不能像他父亲那样，所以要约束他。这就出现了小片里说的所谓的在管理孩子问题上的冲突，是不是有那种无力感？想好也不知道怎么好。这段情感应该怎么调整呢？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对于孩子拿手吃饭这件事情，从育儿的角度来说，是锻炼孩子精细动作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。因为他从5指抓握到4指抓握到3指抓握到2指抓握，这是必须要经历的。所以你不要急于求成。我发现你所有的事情可能都有点急功近利、急于求成，就是你怕孩子会变成可能说像父亲这样脾气不好，所以你一定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把它框在一个框子里面。但往往有的时候越是这样，越会适得其反。我们刚才听到了很多的事情，一开始我想说的，你有点矫情和作，我要浪漫，我要男生猜我的心思，我要怎样，我要怎样。其实你就是为了让他多关注我，你也应该要有所改变。男生这边我就只说一句话，当你每次想要发脾气、情绪不稳定的时候，想想自己的女儿。你想想你的女儿，如果以后交到一个你这样的男朋友，以后嫁给你这样的一个老公，你会不会想过去抽死那个男人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沙老师。我先跟男孩来说，谁都不可能始终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能够渐渐的让自己控制情绪的能力增强，想别人的时候多一点，久而久之，其实你就会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的反射的时间你会拉长了，哎，你就会控制了。所以慢慢的，你多为对方想一点，你就会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同样，男孩有的时候性格啊
爆发的过激点是因为你而起的。有些事情你不说出来，你觉得他会知道，但是他不知道。所以啊，你的性格是可以影响到他的，或者说你是可以触发他那个爆发点的。做好自己哦，调整好自己，你们的之间就不会有那么多矛盾存在。你们俩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，再次告诉孩子，你们俩的情绪，你们俩的性格，你们俩的相处方式对孩子一定会非常深的影响。当你每次你们都要发脾气的时候，想想孩子，一样可能那件事情也过了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涂老师。首先我们得承认啊，性格的磨合本来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别说两个人之间性格的磨合很痛苦，就一个人对于自己性格的克制和驾驭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。性是本性，与生俱来的；格是你处事的态度和自我的控制能力。每一种性格都有它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，就看你把哪一面翻出来。你要是把好的那一面翻得多一点，你的性格就用得好；你要是坏的那面更多的翻出来，那么你性格相对于别人而言就是一种坏的性格。好的爱人往往能够激发对方性格当中更温柔和克制的一面，但如果你反过来你要跟他犟着来的话，你会使他更加暴躁。两个人在一起，如果老想着我们将来还有很多事儿要一起干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就会不断的去调整自己性格当中的好和坏的那一面，但是永远不要妄图改变一个人的性格，改变不了。你只希望更多的能够激发他好的那一面出来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所有期望改变对方性格的人，那都是妄想。我们只有不断的调整。我是希望改掉他的脾气会好一点，不是性格。那你就要勇敢的激发他好的那一面。我每次都有跟他说的时候，就是像你刚刚说的，我很疼，我也很害怕。我觉得你下次就不要再这样子，每次都有跟他说。但是你每次说完这个之后，其实你的公主脾气你还是没有改的。调整是双方向的，一方面向对方激发对方好的一面的同时，你自己也要改啊。我不能说啊，你下次你不要这样啊，那我还是可以这样，那是不可以的。我觉得我也有改。对呀，所以说你们俩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都看见了自己的改变，却没有看见对方的改变。婚姻是不断肯定的过程，肯定对方的过程，而不是不断的认可自己的过程。如果每个人都认为我在这其中我付出太多，而看不到别人的付出，那最后变成了什么？那最后变成了你们婚姻当中的谈判。难道改变自己不是应该的吗？你就会发现很多夫妻会认为，我都改变了这么多，好像你很委屈一样，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你们不就是在一起过日子，而且要长足的过下去吗？所以付出本身不是一种成本，本来就是双方两人共同组建的家庭的往前走的基础。所以委屈自己付出自己没什么好委屈的，如果还要继续走下去，就应该更多的肯定对方，激发性格当中好的一面，好吧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其实在婚姻生活当中，每个人其实内心里面都有一个所谓被万众瞩目的一种欲望表达。在家里面，我希望被家里的每一个成员瞩目，对吧？我希望我在家里面说的每一句话得到每一个成员积极的反馈，否则我觉得很失败。这个时候我们恰恰忘了，在这个过程里要倾听那个成员想说的是什么。很多事情如果你要占主导的话，请你事必躬亲。好多人做事都是这样嘛，又出钱又出力，嘴上不积德。就我说你，我很多方面也是这样跟你说，反正你说别人很轻松，自己做的时候确实很难，因为你要克己呀。我们的前提是我们想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导者。每个家庭的磨合，最后磨合的是什么？磨合的是谁在家里面起一个角色，因为总是要有人多承担一些的，一定要有一个方向。所以我觉得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家庭这个概念。
除了爱还是不够的，大概还需要一些智慧。这个智慧既有管理家庭的智慧，也有自我管理的智慧。千万不要跟女人动手，不管她对你做了什么，都不要跟她动手。因为你老这样，闺女儿看到以后，闺女儿未来找的人一定就是那样的。她想摆脱不找，但是她恰恰找的就是那样的，那是一个模型嘛。记住哦，为了闺女儿不要再那个。好了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。老婆，我知道我的性格不好，还有脾气暴躁，但是自从认识你之后，我就慢慢改过来。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面能够继续给时间给我，给机会给我去改，因为我们才结婚2年，未来日子还很漫长。特别近半年以来，你也看到我们的改变，我们的人生情况慢慢变好了，女儿也慢慢长大，慢慢听话了，房子也买好了。希望你以后能继续跟我一起把这个计划走下去。我考虑一下吧。我感觉对你还是挺失望的。回忆当时不服输的你，天空会不会雨停，会不会来，请亮灯啊！会不会幸福在终点等着我和你？一个人暴躁的性格，不是因为被自由了他暴躁，而是因为被束缚久了他才会暴躁。如果你真想了解你的老公，童年他到底是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生活的，还是在一个被否定、被不断的否定的环境当中生活的？你可以问问他。好了，谢谢2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啊，请回啊。来，请关门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倔强的女生，或者叫撒娇的女生，怎么来面对那个她认为总也不长进的老公。请说。